儿子，你这次出差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出差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真忙，你能不能不去？我想让你在家多陪我几天，能不能出了月子你再走啊？兰兰，可是这老板说了，这次出差啊挺急的，而且这个工程也是我负责的。我要是不去的话，恐怕这个合同没那么好容易谈。是呀，兰兰，这尊宝呀是出去出差呢，这是工作，不出去怎么能行呢？这妈在家里呢，我能照顾你。是啊，兰兰，这有妈在家里呢，我也放心了。有什么事儿就让妈做，妈平时能照顾好你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儿子，那走吧。哎，行，妈，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了，你要把兰兰还有孩子照顾好。儿子，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对了，妈，我这里啊有些钱，你拿着，回头啊给兰兰多买点营养品，给她补一补。那好，儿子，我知道了。那个兰兰在家听妈的话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我回来了，我跟领导说一声，让领导放我几天假，我在家好好陪你。哎，那我就走了啊。赶快走吧。哎，你回去吧啊。兰兰，刚才你什么意思呀？妈，我怎么了？还你怎么了，兰兰？那刚才尊宝说出去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出去啊？你那意思是我在家照顾你照顾的不好？妈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尊宝在家多陪我几天。陪你什么呀？不是有我在家吗？我知道了。回去。别擦了！你说说你什么本事呀？整天在家里就知道擦擦桌子、扫扫地什么的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对啊？你告诉我。还告诉你，你自己不会看吗？你没长眼睛呀！你看这衣服是怎么洗的？都串色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串色了。妈，这也没有啊。洗的时候你跟我说不能用洗衣机洗，我就是用手洗的呀，这怎么能串色呢？行了，你别再狡辩了。我说串色就串色，你看看你什么本事呀！一个农村来的姑娘，什么都不懂，一个衣服都洗不好。我问你，这洗好了，为什么让它晾在一起呀？妈，这咱们家晾衣的地方就这么大，这晾在一起不很正常吗？你说这还怪我们家的房子呢？妈，我没那个意思。你没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你呀？你说说，我们家把你娶过来，你能干什么呀？连个衣服都洗不好，要你一点用都没有，除了在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从我嫁进这个家开始，你就各种挑我的菜，我不知道我哪做的不对。我要是哪做的不对，你告诉我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怎么老是这样？我不管做什么都达不到你满意呢。行了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是不是想跟我吵架呀？我告诉你吧，兰兰，无论你怎么做，我都不满意。妈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这么说怎么了？你一个农村来的丫头片子，穿的土里土气的，就你这个样子，哪一点能配上我们这样的家庭呀？压根我就看不上你。妈，你既然看不上我，你当初为什么还要同意我们在一起呀？谁同意的？是你自己往我们家来的。要不是你和我儿子在一起怀孕了，我们家才不娶你呢。你也不知道你什么德行。妈，你话这么说也太伤人了吧？我就说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吧，都是你自找的。谁让你自己不自重呢？还没结婚呢，就怀上我儿子的孩子。结婚那天，这村里的人呀，对我们家指指点点的，我都丢死人了。出门呀，我都没脸见人。我们家是造了什么孽了？找你这样的媳妇。你现在还说以前的事干什么呀？我跟曾宝都结婚了，这孩子也出生了，咱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？你老是揪着以前的事情不放干什么呀？我就揪住以前的事不放，我就看你不顺眼。兰兰，告诉你吧，以后啊，在这个家里，你就是我们家的保姆，我让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。如果干不好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整天哭丧着个脸，给谁看呢？我知道了，妈，以后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干什么还不行吗？善意识相。这好几天啊，没来看兰兰和孩子了，我还怪想他们，顺便看看我妈。我今天还要告诉你，你这也生过孩子了，吃我们家的，喝我们家的，自从进了我们的家门，一分钱都没挣过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你给你娘家人打电话，让你娘家人呀拿过来10万块钱，以后你让孩子花。你要这么说就太过分了吧？我都已经结婚了，我再去找我娘家人要钱花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再说了，我跟尊宝是夫妻，这我花他的钱不是应该的吗？谁跟你说应该呀？我儿子挣的钱是让我花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后你花钱就应该去给你娘家人去要，不然的话，从今以后你饭都不能吃。这家里的活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做便是了。可是你怎么提的要求越来越过分了？你让我去找娘家人要钱，我不要，你就连饭都不让我吃。这尊宝走的时候，你可是答应的好好的，说要照顾我，你就这么照顾的吗？好呀，你兰兰，拿我儿子来压我，你敢给我顶嘴了？今天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看看我的家规。我让你给我顶嘴，我让你给我顶嘴，我问你要不要？我问你要不要？那我今天就好好说说你，我让你干嘛呢？燕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是兰兰还坐着月子呢，你怎么动手打她呀？我打他怎么了？他给我顶嘴呢。她给你顶嘴？妈，兰兰嫁到咱们家那么长时间，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她怎么可能给你顶嘴呢？我说闺女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岁数了，他只是一个外人，你怎么帮着他说话呀？妈，这兰兰都已经嫁给尊宝了，那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说她是外人呢？我就说他是外人，压根儿我就看不上他，一个农村过来的丫头片子。这兰兰虽然是农村过来的，可是她自从嫁到咱们家以来，这家里的家务活，哪样活不都是她干的吗？什么事儿都听你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生病住院了？那个时候我跟尊宝，我们两个工作忙，没时间去看你。是兰兰，她怀着孕，大着肚子去医院照顾了你几天几夜。你可别这么说，他照顾我是应该的，他是因为嫁给你弟弟了，不然的话我就更看不上他了。妈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这兰兰嫁给我弟弟，她照顾你是应该的，这什么事儿都是相互的。你说兰兰对你不好吗？你就是一颗石头心，你也该被她是捂热了吧？你总是觉得兰兰是农村的，你看不起她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兰兰在她父母心中，她也是他们的宝贝，在他们家也是什么活都不舍得让她干。来到咱们家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她一个人干，你还这样对她？妈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我在婆家受到这种待遇，你心里会怎么想？他能跟你比呀？咱们家是什么样的家庭，他娘家是什么样的家庭呀？穷包子一个。怎么不能比呀？他娘家就算再穷，他也没吃咱家的喝咱家的吧？再说了，人家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去挣钱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。你总是张嘴闭嘴说兰兰他们家是农村的，咱们家往上数3代，难道不是农村的吗？农村人又怎么了？他们不偷不抢，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，我觉得没什么可丢人的，反而更值得被尊重。妈，都说10年看婆10年看媳，你今天这样对兰兰，等你老了以后，你怎么还有脸面让兰兰去照顾你呢？都说先有好婆婆，再有好儿媳，你往后的年龄只会越来越大。这尊宝工作忙，我还有公婆要照顾的，我哪有时间天天来陪着你啊？等你以后老了，陪在你身边的也只有兰兰了。行了，话我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既然你这么看不上兰兰，那等尊宝回来以后，让他们2个出去租房子住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好好生活吧。走，兰兰，我扶你回屋。这我闺女说了那么多，也挺有道理的。其实兰兰自从嫁到我们家呀，这家里什么活都没让我干过，我还不断找她的事儿，挑她的刺儿。哎，这些都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不这样做了，这等我老了，我还要指望兰兰呢。更何况现在兰兰还坐着月子呢，我要是这样的话，
万一对他的身体有影响，该怎么办呀？哎，不行，我去给兰兰道个歉去。